呀，全府都休息，你怎么还在攀账？歇会儿吧。呀，不行不行，千头万绪的，还是早点算清楚，可以多合几遍。啊。完了，这完了！怎么了？我破题时用错了一个字啊！格动天剑，祥开日华宴，盛典之所应，知淳风之不暇。这个上应该用瑞才对啊！考都考完了，成事不说，别琢磨了。你说万一啊，万一我考不过叶山，这怎么办？你自然是考不过的。叶山乡试中的是解元，没有比解元更高名次的。如果我也考中解元，就算我赢，好不好？好，算你赢。可我要是连榜都没上，那就再考。你原本就发力晚些，再学3年，肯定能考上。3年，再有2个月咱们就去幽州了，哪有3年？爹娘告诉你要搬去幽州的事儿了。不是，哎呀，别打岔，这去了幽州，那考学的是，那还更好。幽州到底是偏僻些，历年考试的文生原本就比扬州少。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，肯定更容易得中。我不想当猴子，那不是胜之不武吗？我。今日府上热闹繁杂，玉如安排的纹丝不乱，您还别说，有点当家人的样子。不光如此，如今咱们家产业搬迁的事情，他也挑起大梁来了。眼下呀，搬迁的案账都是玉如在管。哦，小小年纪能行？能行，论天分，论勤勉，比我当年都还强些。我看咱们顾家是离不开玉如了。等将来咱们2个老的没了，这2个小的就是彼此的依靠。就说一些不吉利的话。你才45，怎么了？以后不想？你才45，怎么了？以后不想看孙子了？想，还说孙子呢。你看玉如这肚子，怎么一直都不见动静？哎，刚嫁过来半年，你也是成亲3年以后才怀的9丝嘛。那倒是。再说咱们家马上要离开扬州，玉如要真是有了身孕，那路上还不方便了呢。哎，反正我不管，我要活得长长的，看到9丝抱孙子。活那么长，又老又丑的，招人嫌弃。哎，招人嫌就招人嫌，反正我要看到9丝的儿子孙子，说他是糟老头子，跟他对着干，哎，我这心里啊就舒坦喽。你净胡说！我看呀，9丝那满嘴胡诌的劲儿是随了你了，你还不承认？还不承认？9丝和玉如啊，都是好孩子，咱们俩晚年的日子啊，就好过了。公子，你好歹喝口粥垫垫肚子呀！不喝。这几个月可别辞小我了，这就不是人过的日子。你赶紧去叫那个杨文昌和陈轩跟我一起外出打猎，策马扬鞭。好，公子，家主叫您过去一趟。叫我？还有2个月就年关了，城外的6个庄子的岁租也该收上来了。
今年是等不到了。咱们今年的年大抵要在幽州过了。儿媳妇儿算了这么多天的账，能带走的家产还不到4成。唉，咱们家这么多的田庄街铺，连带柜上压的货，都得丢在这儿。早知道啊，就不开那2个绸缎庄的分行了。你心里也清楚，如今要变卖产田，一是来不及，二是太惹人耳目了。咱们家本来就树大招风，如今更是多少双眼睛盯着呢。就眼下这点活钱，还要费好大力气想办法慢慢的倒腾出去呢。我知道，我就是觉得可惜了。轻重缓急都分不清啦。既然决定要走，就别长吁短叹的，这样让管账的玉如难做。我是替你可惜。你说这么多年，咱家这些家产啊，都是你一手一脚的经营起来的。可现在，换个地方，重新一手一脚的经营就是了。人上了年纪，精神气力都不如从前了。重新来过，谈何容易？咱们不是还有玉如吗？这孩子有我当年的心情儿。是，玉如这孩子呀，真不错啊。你说到了咱们家，就遇到这种变故，福没享几天，罪倒跟着一起遭了，也难为他了。有这样的好儿媳妇儿，是咱们上辈子修来的。唉，只可惜啊，往后的日子跟从前是没法比了。这朝中没有了靠山，白底商人难做呀。玉如和九思往后的日子，可比咱们当年难多了。这九思呢，又老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。哎呀，都怪咱们这些年太娇惯他了。所以说呀，咱们家这次的事儿必须一五一十的告诉他。我已经让晴水去找他了，让他过来。前些天不告诉他，那是因为他考试。爹娘，什么事啊？快说呀，我还要去打猎呢，都把年味去了。你爹有话要跟你说，说呀。去吧，考完试了，去吧，考完试了，放松放松，不许惹事儿啊，早点回来。就这呀？去吧。那等我回来，咱们烤肉吃。你不是说要跟他讲咱们家现在的处境吗？怎么见了儿子你倒不说了？说不出口。哎呀，他好不容易考完试了，让他放松放松。那我总不能这个时候跟他说，咱们家处境危险，给孩子增加负担吧。平常你还老说我娇惯儿子，我看你呀，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。那怎么办？做父母的，九思呢？怎么还不来啊？这不是来了？不能，你们家公子呢？我家公子让我来说一声，他陪2位的二哥看铺面去了。打猎的事你们自己去，但是打来的野兔得分他2只。二哥，又是二哥，这都第几回了？现在他眼里啊，就只有二哥。哎，走吧。 2只哦，只哦，这。少夫人，这一季的货咱们要进这么多吗？
贺掌柜怎么看？眼下行情不稳，各家商行唯恐压货，大家都收着手的采买。以小人之见，不如咱们也先等一等，看看年下市面的情形再定。别家商行等等，咱们等不得。勿玩物，沈贵贱，无锡币，陶朱公的3略，是我们顾家常年奉行的商典。其中有一条要紧的，币，玉器行如流水，生意做得越大，钱越要动起来。依我看，不但要如常上货，还得比往年增加一些份额。是。咱们都要走了，也搬不走这么多东西了。您还把大把银子扔在生意里，这不相当于都丢在扬州吗？有些银子，该扔就扔。我不明白。你不明白？你一直跟着我，什么事儿你都看着。若还是一点都不明白，就是你不用心，不动脑了。我只是个丫头，照顾好主子的衣食起居就是我的本分。这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也不太懂啊。映红，你就真打算一辈子当一个丫头？你我自幼一起长大，你是我最信任的心腹。生意上的事儿你不好好学，将来怎么当我的左膀右臂？你就真的想一辈子当一个丫头，将来再配一个小厮嫁了？你就不想当掌柜，有自己的产业，当自己的主子？我不太行吧？我婆婆教导我，磨练我之前，我也觉得自己不行。可是人啊，要是一直觉得自己不行，那就真的不行了。刘老板，你不是打猎去了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们家铺子，我想来就来。野马摘了龙头，你不去散心解闷儿，跑我这儿来添乱？我预备考试的时候，你可没少聒噪我。风水轮流转，也该我监督监督你啊。把咱们家生意打理的怎么样？偷懒没有啊？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快说。我呢，是来拜师学艺的。刘老板还缺不缺打杂跑堂的？啊，攒着腿。不缺。端茶递水的。不缺。那扫地洒水的总缺了吧？不缺。你又有什么幺蛾子啊？什么叫幺蛾子呀？我是真的想帮你。虽说这生意上的事的确实不多，但我愿意学呀。我现在不学点什么，我都难受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老老实实在你身边，任凭你差遣。你就发善心教教我吧，好吗？求求了，求求了，求求了。你说吧。这一批运送来的毛竹、藤条、生皮，可再制竹剑2万，葛挂3000，盾牌700。再加上从去岁开始便分批送来的长矛、短刀、锁甲，大人如今手中的短刀、锁甲，大人如今手中的兵器军械，足以装备将士10万。后续还会有20艘商船。会源源不断的送来。这次我可是下了血本，投入了我的毕生所得。要做大生意，需有大手笔。的确如此，这钱花的值。
骆公子，之前说能供我南阳铁犁木料，制造坚不可摧的战车，这转眼年尾了，我的木料呢？不就在大人眼前吗？人眼前吗？铁梨木做的。若是运送一些寻常的生铁、毛竹之类的，还可用土木之用掩人耳目；可若是用铁梨木来，那大人的宏图大计，只怕要瞒不住了。所以，我这商船通体以铁梨木所制，尤其是轴心龙骨，更是选用了最上佳的参天巨木。待到货都运完，我们便可将船解体，改造成水火不侵、刀枪不入的战车，足100架。这些商船在码头来来往往，众目睽睽，无数次的通过朝廷的重重查验，却无人知晓。老夫佩服。得骆公子相助，明年开春以前，老夫投下的血本，定会10倍、100倍的赢回。我看未必。他顾家又岂会坐以待毙？早已在腾挪家产，逃出扬州了。不可能，顾家一直在扩张生意，重金压货，哪里有逃离的迹象？大人，你我行事既知瞒天过海，暗度陈仓，他顾家又岂会不知？骆公子的意思是，顾家的商队近期全都是去往幽州的。这不足为奇啊。顾家拿到了幽州军需一单，又和周高朗之子交好，幽州的采买都要经过顾家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。东都的密函，大人打开看看吧。这是户部的文牍资料。幽州偏僻贫瘠，历年来全州上下的钱财总量也不过区700万两，而从年中至今，顾家的商队已将超过900万两的货物运往幽州。他幽州全州的百姓就算是不吃不喝，也吃不下这么多的货。顾家果然在腾挪家产，所以必须搞清楚怎么转移的，堵住这个漏洞，让他们插翅难飞。否则起事时，我们便白忙一场了。骆公子，这个密函上的内容都是东都户部的绝密档案。你在东都究竟是什么背景？该答的，骆某知无不言；不该答的，还请恕骆某三缄其口。也罢，老夫志在雄霸扬州，对东都毫无兴趣。眼下最紧要的是顾家。1个月，让顾家再活1个月。文昌星君在上，求星君保佑我们家姑爷明日高中结缘。别了，这也太为难星君了些。我们家姑爷中个金魁就行。算了吧，那个能上榜就谢天谢地了。明日就要放榜了，判卷早就判完了，今日求星君还有什么用啊？